就在14天前，2025年5月14日，Google DeepMind 重磅推出了进化型的 AI 智能体系统 AlphaEvolve。这可能是今年最为狂野的科技宣言了。一个会自主进化的 AI agent 的系统，它已经攻破了人类56年无法解决的算法难题，在数学、几何、数论等多种迷宫里找到了人类错过的捷径。但更震惊的是，它正在真实世界刻下进化的痕迹，让谷歌数据中心更加高效，省下数百万美元。它帮助谷歌训练他们的 Gemini 模型，它还重新设计了为其 AI 模型提供动力的 TPU 芯片，而这只是它睁开双眼的第一秒。首先，让我们看看它是基于什么设计的。关于 AlphaEvolve 的定义，它是这么说的：它是一个可以自动提出新解决方案和科学发现突破的系统。它有一个循环的过程，因此会不断的发展进化，变得越来越好。这张图就是说明了它的大概逻辑。在最上方浅绿色的方框里面，人们首先要告诉他我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任务。比如说你说我想要去创建一个对 GPU 更高效的算法，或者说你想要他提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来处理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你还需要为人工智能去提供一种方法来自动的评估他提出的这些解决方案，这个就是所谓的评估标准了。这个标准是必须要非常清晰、客观，而且是可以衡量的。举个例子，一个合理的应用就是说，你想让它去创建一个更快的算法，而评估的标准就是速度了。我们是可以用运行的时间来客观地衡量这一点的。实际的情况可能要比这个更复杂的多，但只要是这个系统可以自动而且是立即客观地评估它的解决方案，那么它就会起作用。像这样，我们就为这个系统设定了一个目标，设置了评估的标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提供一个初始解。比如他们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写代码，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就需要提供一段初始的代码，让系统来启动整个想法的生成还有进化的过程。这个初始代码可以是非常简单的，不过它是需要标注进化的模块。比如说像这里就是有2个模块，它的算法就会自己进化更新这2个模块当中的内容。当然，你还可以去决定为它提供一些额外的背景知识，比如说像是一些参考文献或者是文档之类的，但这些不是必须的。最终，这所有的信息就被输入到人工智能系统当中，魔法就开始了。基本上来说，这个框架是基于进化的原理，也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原理。在自然生态系统当中，那些强壮的、跑得快的，还有机敏的动物更容易存活下来，而瘦弱的、笨重的，还有迟钝的动物更容易被捕食者吃掉，或者是遭遇自然灾害。经过这种自然选择的方式，更适应自然的这些基因就得以保存。于是经过一代又一代，这些动物就变得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机敏。类似的，在这个系统的进化算法部分，它先是生成了一堆的想法，系统会筛选出比较好的一些想法，然后 Gemini 2.5 Flash 和 Pro 就会被用于去生成和改进这些想法。其中 Gemini 2.5 Flash 的速度更快，它可以用于快速的生成新的想法，而 Gemini 2.5 Pro 的思考时间更长，它可以用于深度的思考复杂的问题。它们2个在一起就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经过2个 Gemini 模型生成新的想法或者是更好的想法，这些想法就会被送去评估器去自动的评估，而评估的标准就是第一步里面你设置的那一些。评估器能够根据实际表现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送到下一步，送回这个想法池，展开新一轮的循环。整个过程就会是一直这样迭代、循环、往复。从理论上来讲，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它甚至能够比人类一直以来取得的发现还要先进。至于它先进到什么程度，
具体取得了什么成绩，可以看官方文档的介绍。子标题是优化我们的计算生态系统，里面是举了4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是改善数据中心调度。他们说 AlphaEvolve 发现了一种简单有效的启发式方法，可以帮助 Borg 更高效地协调谷歌庞大的数据中心。这个解决方案已经投入生产超过1年了，平均持续恢复谷歌全球0.7%的计算资源。虽然说0.7%看起来非常小，但要考虑到谷歌服务器在全球的这个体量，这个数据实际上并不小。这种持续的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在任何特定的时刻，相同的计算资源占用空间，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第二点，他说的是在硬件设计方面 ，AlphaEvolve 提出了一个 Verilog 的重写方案。这个 Verilog 是一种硬件设计的编程语言，它删除了矩阵乘法关键算术电路当中高度优化的不必要的位。至关重要的是，该方案必须通过稳健的验证方法，以确认修改后的电路保持功能性正确。就换句话说，它就是保持了相同的硬件功能，但是删除掉了冗余的设计部分。不同于很多科技公司完全依赖英伟达的 GPU， 谷歌是有自家的用来运算还有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单元 TPU 的。它有点像是英伟达的 GPU， 但是它们更专门用于 AI 还有机器学习。而这个 AlphaEvolve 提出的方案已经被集成到即将推出的谷歌定制 AI 加速器 TPU 当中，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已经运用到实际生产的设计当中。第三个超强优势就是它能够增强 AI 训练和推理，让 AI 训练快得起飞。AlphaEvolve 能够把复杂的 AI 运算拆解成更高效的任务，比如说，在训练谷歌的 Gemini 模型时，它让关键计算速度直接飙升了23%，整体的训练时间就缩短了1%。别小看这1%，在动辄耗资千万美元的 AI 训练里，每一点的优化都能够省下巨额的成本。更厉害的是，原本需要专家团队折腾几周的优化工作，现在 AlphaEvolve 几天就能够自动搞定，让研究人员能够尝试更多的新想法。它甚至能够优化 GPU 最底层的指令，在类似 ChatGPT 这样的 Transformer 模型里面，让 Flash Attention 这种关键的计算技术提速了32.5%。这意味着未来的 AI 不仅能够跑得更快，还能够更省电、高效又环保。最后一点是 AlphaEvolve 能够推进数学和算法发现的前沿。他们宣告说 ，AlphaEvolve 的程序发现了一种使用48次标量乘法来对4×4赋值矩阵进行乘法运算的算法，改进了施特拉森于1969年提出的算法。这个算法此前被认为是这一类算法当中的最佳的算法了。很多新闻报道都特别强调了这个4×4矩阵乘法的突破。DeepMind 此前也是一直对于矩阵乘法性能的提高非常感兴趣。他们家 Alpha Tensor 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这一方面的突破。很多人可能会想，矩阵乘法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原因是在于数字时代很多的东西都是以数字还有矩阵的形式表达的。比如说，在我们手机里的相片，一张640×480分辨率的黑白相片，就是一个由480行、640列的0和1来组成的矩阵。而你现在在看的这个视频，就是由很多张图像组合而成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视频就是一个多维矩阵组成的数字产品。矩阵乘法在人工智能、科学计算还有图形学当中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数学运算。事实上，在你使用任何 AI 模型聊天，在使用 GPU 玩视频游戏的时候，你实际上在做的就是在操纵大量的矩阵乘法运算。这样子看起来，如何减少计算时间、简化矩阵的乘法就很有价值了。对于4×4的带有复数的矩阵乘法，我们一般认为它最少需要49个步骤才能够获得最后的结果。这就是他们提到的又叫做施特拉森的算法，是在56年前提出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面，人类无法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而这一次，我们通过 AI 的手段，在仅有48步内解决了问题。虽然看起来这只是进步了一小步，但如果将它扩展到我们每天上达10亿次、万亿次的矩阵乘法当中，就可以大大减少消耗的资源。此外 ，AlphaEvolve 不仅仅是提高了4×4复数矩阵乘法的效率，它还提出了另外14种矩阵乘法的算法。这些算法都获得了比人类此前想到的算法更有效的方法。另外 ，AlphaEvolve 不仅是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它的能力广度也非常值得关注。开发人员把这个系统应用于数学分析、几何学、组合学，还有数论领域的50多个未解决的问题。这个系统在数小时的时间内完成了大多数实验的设置，在大约75%的案例当中，它能够重新发现最先进的解决方案。在20%的案例当中 ，AlphaEvolve 改进了之前已知的最佳解决方案，并且在相应的未解决的问题当中取得了进展。比如说，它推进了接吻数问题，这个问题这么 sexy 的吗？这项几何挑战吸引了数学家超过300年。他关注的是一个共同单位球面相切的不重叠球体的最大数量。这个描述有点比较抽象了，其实看几个例子就能理解。比如说，在一维的空间当中，你只有 x 轴，只有左右没有上下，那么和中心球相切的就只有左边和右边2个球。在2维的空间当中，既有 x 轴又有 y 轴，是可以上下左右移动的，那么和中心球相切的就有6个了。在3维的空间当中，有 x、y、z 3个轴，那突然就变得复杂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是有12个可以相切的球。作为一个3维生物的我，就只能解释到这里了，也不知道这个从4维到20几维是怎么仿真模拟的，谁知道的话帮助我解答一下哈。那另外可以看到的就是很多是有一个上边界和下边界的，比如说在5维的下边界是40，上边界是44，就是说它是一个40到44之间的数字，但具体说是40几，我们人类还没有搞定。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11维的空间当中 ，AlphaEvolve 发现了一个由593个外球体组成的结构，并且在这个空间当中建立了新的下界。这里标记的这个参考文献就是指向 AlphaEvolve 这篇文章了。4×4矩阵是突破了56年的记录，这个记录的人类保持者是什么时候创造的这个记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就找到了这篇文章。作者米哈伊尔·甘日诺夫，他是一个人发表的这篇文章，是非常的自信呀。他推理说，11维的下边界是592。这篇文章他是在22年8月投的稿，2年之后，在24年收到了修改意见，25年的5月1日被接收，5月7日终于面向了读者。结果他只高兴了1个星期 ，AlphaEvolve 就突破了这个记录。我觉得它有点像李世石和柯洁，是人类顶级才华直面 AI 挑战和冲击的第一波。AI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的影响是渐进式的，而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毫无准备的扑面而来的效果。我还蛮好奇他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会是怎样的。等我的频道如果涨到上万体量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去邀请他来上节目。人还是需要有一点梦想的。最后 ，AlphaEvolve 目前并没有开源，也不提供对外的 API 接口。不过它在官网下面是给了一个抢先体验计划的注册链接，说是感兴趣的人可以报名。他们或许也是在寻找 AlphaEvolve 下一步普及应用的场景。你对于 AlphaEvolve 的看法是怎样的呢？你认为 AlphaEvolve 在应用方面的实际影响会是怎么样？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